发现一棵树的树叶上有螳螂蜕的皮，估计这旁边可能会有只螳螂。果然，在树叶的缝隙中看到一只可爱的小螳螂。昆桑想把它带回家养起来，把手伸向小螳螂，没想到它不但不怕，反而跳到了昆桑手上，顺着胳膊一直往上爬，差点爬到昆桑头上。先给它喂点水，怎么还攻击上了？要以和为贵啊！萌萌哒的样子就叫小黑吧。那么它吃啥呢？昆桑又来到了野外，找到2个大桶。下过雨后，这种桶里经常会有各种虫子。仔细一看，果然有很多蚊子幼虫，旁边的桶里更多。昆桑捕捉了一些，放在饮料瓶里，然后把剩下的水直接倒掉，观察一下蚊子幼虫孑孓。在没有水后，会不会BBQ呢？20分钟过去了，有几只孑孓还活着，它们的生命力还挺强大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只蚂蚁出现了，它们抓住了孑孓，这下昆桑就放心了。不知道小黑喜不喜欢吃这孑孓呢？把孑孓喂给小黑。螳螂容易被动的物体吸引，孑孓不停地动来动去，吸引了小黑。不过这好像猴子捞月亮，怎么抓了半天都抓不，越来越熟练了。吃完再喝点水，顺一顺，原汤化原食。小黑有时候会在地上插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他在找水喝。小黑很快就蜕皮，长大了2岁。昆桑决定把孑孓放在手上，看看小黑有什么反应。拿着孑孓的手指头晃来晃去，小黑怎么不晕呢？这是试了2次，小黑都没抓住。不过把昆桑整得挺痒的，第3次总算成功了。孑孓不是每天都能抓到，那就得拿出这种失误了。面包虫，把面包虫放在小黑面前，小黑蜕皮了，比以前大了很多，成为了60螳螂。昆桑在菜市场买了一些玉米，在清洗玉米的时候，发现玉米芯上有一个洞，好像是某种虫子的家，看起来一动不动，好像BBQ了。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它好像又动起来了，原来还活着。昆桑差点把虫子和玉米一起煮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虫子出来了，黑黑的小脑袋，还挺可爱的。小黑的身子渐渐从绿色变深，小虫子从玉米上掉了出来，被小黑看到了。一开始小黑是越长越大，需要更大的空间。昆桑把2块塑料网片粘在一起，放在饲养盒里，小黑就倒挂在了上面。平时小黑的主食就是面包虫，昆桑偶尔也会去野外给小黑找吃的。夏天的虫子很多，有金龟子、天牛和蚂蚱，还有草蝇的蚕。不过昆桑都没抓住。昆桑想抓的是这种花大姐，小时候抓它们玩，还可以当零食吃。这次昆桑抓住几只，看看小黑喜不喜欢吃呢？把话不说，你这胆子也太小了。半个月后，昆桑发现小黑又蜕皮了。在晚上，小黑的眼睛会变成黑色，身子的颜色变成了浅棕色，已经蜕了其次皮，还没有成年。把抓到的花大姐给他。长大了1岁的小黑，这次还会害怕吗？来到野外，看到这么个玩意儿，不知道你们发没发现，他擅长伪装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。这小子挺可爱的，喜欢抖来抖去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可以吃的东西，昆桑就回家了。不过在衣服上发现了这玩意儿，一只蜱虫，这可把昆桑吓坏了，被他咬一口那可了不得，这玩意儿危害性很大，怎么处理它呢？把它交给小黑吧，小黑会不会怕这玩意儿？这虫子太小了，小黑一时还没发现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发现了蜱虫，他开始主动出击，不过这抓了个寂寞，这好像在触摸屏上玩手机的感觉差不多。最后终于抓到了。几天后，昆桑再次喂给小黑一只花大姐，小黑只是看呢，也不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黑一直都不吃东西了，身子也有了一些变化，原来他要开始蜕皮，长大成年了。昆桑一直观察小黑的行为，他的屁股开始抖动。20分钟后，小黑开始蜕皮。最后，小黑找到一个地方，开始晾干翅膀。1天后，小黑变成了更大的螳螂。好了，本期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抓到一只小螳螂，把它带回家养了起来。经过了几次蜕皮，小黑长大成年，昆桑想跟他来个亲密接触。好家伙，你礼貌吗？拿在手上的小黑很听话，除了偶尔也会拉一坨粑粑。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昆桑给小黑拿了2只面包虫，
这面包虫有点小，小黑抓了几次都没抓起来，这样吃起东西来太费劲了。虽然现在是晚上10点，昆桑决定出去给小黑找点吃的。这有只猫，好像小黑吃不下它，这里又有一只。到了晚上，是小野猫活动的时间，总算在这个大树下发现了虫子的动静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乍一看像一只蟋蟀，原来是只赵马蜥。因为叫声很像刚出生的小鸡小鸭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赵鸡和赵鸭。个头不小，而且后腿很发达。昆桑想抓住它，没想到一下给它跑了。跳跃能力很强，用镊子轻轻地捏住它。为了求生，腿都不要了，少了一条腿，怎么跑得还更快了？这次终于抓到了，再来一只，又是同样的套路。怎么能抓到完整的赵鸡呢？夹它的前腿试试，抓到了。这次不会断腿了吧？总共抓到5只赵鸡。据说赵鸡体内可能会有铁线虫，昆桑把它们倒进瓶子里，加入浅浅的水，好像没有铁线虫出来。小黑看到了瓶子里的赵鸡，就开始攻击了，这抓了个寂寞。到了第2天，小黑趴在饲养盒上，一直盯着赵鸡。随着小黑越来越大，饭量也变大了，把赵鸡扔到小黑碗里，搞得身上都是包。昆桑白天都在找蚊子，可是没发现蚊子的踪迹。到了晚上，昆桑在厕所发现了蚊子的踪迹，拿一个瓶子很轻松就是炒辣椒。不过昆桑在观察辣椒的时候，发现这个辣椒上有一个虫子，这小子居然也不怕辣，摸一下他的小脑袋，竟然缩了回去，把辣椒掰开，挤压辣椒的一头，让虫子自己钻出来。好家伙，这虫子还不小，既然有虫子，那昆桑当然开心了。是时候让小黑出场了。小黑还没发现虫子，把虫子放到小黑面前。小黑看到虫子就一下抓住了，不能只吃虫了，可能会攻击人的手。而在家里养大的小黑则会跟人很亲近。让我们来逗一下小黑。轻轻地碰一下翅膀的末端，小黑就会向前走。那么小黑都有哪些才艺呢？第一个才艺就是跳跃，在翅膀的帮助下，小黑可以跳到很远的地方。第二个才艺是拉完粑粑后，不像狗一样抬起腿来，这样昆桑也方便清洁。第三个才艺是悬空跳跃，从一只手跳到另外一只，这都是基本操作。小黑长大了，他可能更需要的不是人，而是一个男朋友。昆桑又来到野外，在这边树的树叶上还真的找到了一只雄性螳螂，不过能不能抓得住它呢？他想有昆桑的手，野外的螳螂还是很有攻击性的。重新从下面开始尝试，还是不行呢。昆桑想了一个办法，抓一只蚂蚱放在螳螂面前，当他吃蚂蚱的时候，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抓住了。不过在准备放到采集盒里的时候，这小子又飞了，这能赢吗？自然是不能的。昆桑又给他抓了回来，数一数他的腹部，一般有6节的是母的，有8节的是公的。很显然他是个男的。摸一摸他的小脑袋，身体强壮，就叫他大壮吧。大壮带到小黑跟前，两个人都进入了沉默。大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小黑，过了很久还是没什么反应。男生就得主动一点。昆桑触碰了一下大壮，接着大壮就做出了奇怪的动作。该说不说，你这方向是不是整反了？昆桑帮他扭转了过来，终于成功了。据说他们交配时间一般2到3小时，最长会长达9个小时。好了，本期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抓到一只小螳螂，把它带回家养了起来。偶尔昆桑会带着小黑出去野餐，把小黑放在饲养盒里，系上安全带。到了野外，让小黑自己找吃的。昆桑还给他找了一个对象大壮，总算进入了交配的阶段。小时候看动画片，母螳螂交配后会吃掉公螳螂，这让昆桑非常担心。在他们还没交配完的时候，昆桑马上就拿来了面包虫给小黑吃。小黑很快就吃完了，幸好在吃完食物后，小黑没有攻击大壮。不过他们的交配好像又开始了，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3个小时后，昆桑回来观察，发现只剩下小黑一个人了。大壮呢？不会是原来大壮在这里，让他回到饲养盒里。那么交配是不是就算成功了呢？看一下小黑的小屁屁，如果交配成功，据说在母螳螂尾巴上应该有一个白色的肿块，看起来交配失败了。不过还好大壮没有被吃掉，
昆桑给大壮拿来一些面包虫，可是大壮一点反应也没有，那只能是先让他尝上甜头了。大壮吃了一口，感觉到了香味，在面包虫的挣扎活动下，大壮抓住了面包虫。昆桑又来到了野外，在农村环境好的地方，经常可以发现螳螂，这里就发现了一只。昆桑还在这里发现了惊人的画面，一只母螳螂在吃公螳螂，可能是在交配后吃掉了公螳螂，所以昆桑就得给小黑多抓点好吃的蚂蚱，希望他们第二次交配可以成功。先把抓来的蚂蚱放到小黑面前，让小黑美美的吃上一顿。这时候大壮也来了，场面变得非常紧张，看到小黑的眼神，昆桑都担心大壮被吃掉。挡住小黑的脸，小黑还是直勾勾地看着大壮。大壮感受到了小黑体内的信息素，开始做出反应。小黑又开始吃东西了。这时候大壮瞅准机会，飞到了小黑身上，抱住了小黑。他们的第二次交配已经开始，交配的过程中吃东西，这个画面有点奇怪，不过这是唯一可以让大壮活下去的方式。吃完东西后的小黑开始移动，他开始爬到墙上。1个小时后，大壮还是安全的。3个小时后，他们2个又不见了。小黑跑到了桌子下面，大壮则飞到了窗户上，检查一下这次交配是否成功。看看小黑的小屁屁，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肿块，这有点神奇，意味着这次交配是成功的。然而小黑的身上出现了很多小黑点，这代表着它在慢慢变老。螳螂在产卵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。在翅膀的下面，昆桑也发现了一个黑点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。在检查了之前的内容后，原来这地方是被大壮弄伤了。昆桑又开始给小黑找吃的，在路上发现了这个花大姐。天变冷后，昆虫都很少了，能找到一只花大姐也不容易，把它拿给小黑。小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很快抓住了花大姐，开始吃了起来。1个星期后，小黑身上的黑斑并没有增加。昆桑给小黑买了一些蟋蟀，拿出一只给他。小黑很快就抓住了蟋蟀，蟋蟀比面包虫脂肪低，蛋白质含量也很高。大壮就不一样了，他的食欲比小黑差远了，给他蟋蟀都不怎么吃。他的业务完成了，昆桑把他放生在了野外抓来的地方。几天后，小黑的状态好像变得很糟糕，他总是挂在网片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好家伙，小黑开始产卵了。昆桑第一次看到螳螂产卵的过程，就像用屁屁画画一样，整整用了3个小时才产完。产完卵的小黑肚子很快就小了。昆桑给他带来了月子餐蚂蚱。在野外，通常螳螂在10月底就会BBQ了。昆桑决定好好照顾小黑，让他多活一些时间。到了栗子成熟的季节，昆桑买了一些栗子，大部分栗子都很干净，而这个却有个黑洞。如果你凝视黑洞的时候，黑洞也在凝视你。看了半天也没啥反应，昆桑的眼屎倒是给看出来。从黑洞的地方打开栗子，这好像是一个虫洞，小虫子通过虫洞穿越了栗子，跑到了另外一个栗子上。你小子喜欢玩穿越，这下露馅了吧？还想跑？好家伙，跑到昆桑手上了。蛇都不怕的昆桑确实有点怕这玩意儿。是时候派出小黑了。嘎嘣脆，栗子味，只是一只虫子不够小黑吃的，再来一只蚂蚱。看着小黑吃饱饱，昆桑也开始煮栗子吃了。剥开栗子皮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好家伙，煮熟的虫子。好了，本期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抓的宠物螳螂小黑终于开始产卵了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。整个产卵过程持续了3个多小时。产卵后，昆桑把野外抓来的大壮送回了大自然，之后给小黑安排定期的喂食和喂水，也会去野外给小黑找吃的。小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小蚂蚱。不过昆桑还看到了这样一幕，一只BBQ了的螳螂出现在路中间，好像是被人不小心踩到，不过它的腿还动来动去，看起来还有反应。昆桑找来了一片树叶，把它包裹起来，埋进了附近的土里。拥有很强跳跃能力的小黑在产卵之后变得怎么样了呢？
摸一下他的小屁屁，差点摔下桌子去。昆桑把抓到的蚂蚱喂给小黑，小黑吃得很香。在没时间去抓蚂蚱的时候，昆桑就会喂小黑一些面包虫。小黑在经历了产卵后，怎么挡着也变小了。产卵后的小黑肚子变小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肚子又开始膨胀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房间里只有昆桑和小黑2个人，难道他又要产卵了？据说螳螂可以产卵2次以上，这下昆桑又有的忙了。昆桑又来到野外寻找蚂蚱，这种尖头蚂蚱小黑也很喜欢。几天后，昆桑发现小黑的肚子变小了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小黑又产下了1个卵，在第1个卵的旁边，那这第2个卵也是受精卵呢。产完第1个卵后，小黑不再交配。奇怪的是，母螳螂有一个可以储存公螳螂小蝌蚪的器官，所以一只母螳螂可以在交配1次后产下几个受精卵。昆虫的世界还真是奇妙。又到了伺候月子的时间，昆桑马上给小黑安排新的食物。昆桑总结了几种抓蚂蚱的方式，第1种是用普通网，第2种方式是用小盒子扣，第3种就是用手抓了。反而成功率最高的是用手抓。小黑不挑食儿，不管抓来的是蚂蚱还是花大锦，都吃得很香。这次昆桑在野外抓蚂蚱的时候，又遇到一只螳螂小绿，它长得比较奇怪，有1根前腿断了，断掉的部分都发黑了。螳螂的2个前腿是捕食的重要部分，这可能会影响它的生存。昆桑把手伸向断手的小绿，小绿一点也不怕，反而爬到了昆桑手上。昆桑也没有特异功能，不过看着可怜的小绿，不能不管。昆桑把小绿带回了家，他好像也很在意自己断掉的前腿。昆桑给小绿拿来一只面包虫，这受伤的前腿会影响它捕食吗？小绿很好奇，他在野外应该没见过这玩意儿。小绿尝试单手攻击面包虫，不过几次都失败了，把面包虫再拿得离小绿近一些。小绿被吓坏了，一直往后退，把面包虫放在地上。这次小绿快准狠地抓住了面包虫，虽然抓住了面包虫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吃，而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在确定安全之后才开始吃面包虫。一只腿确实有点难，随着面包虫的挣扎，小绿吃起来没那么轻松。昆桑给小绿搭建了一个饲养盒，小绿好像也很开心的样子。小绿也有像小黑一样的技能吗？在野外生存长大的螳螂应该比家里的还厉害吧？3、2、1， 0.5， 好家伙，差点摔个狗吃屎。再测试一下双手距离的跳跃，通过了。慢慢的，小绿的捕食越来越熟练，把一只去掉后腿的蚂蚱放小绿面前，独臂小绿很快就抓住吃了起来。自然界中螳螂的寿命是6到8个月，11月后天气变得寒冷，野外开始看到 BBQ 了的螳螂，家里是养的螳螂，有了适合的温度和充足的食物，运气好的话可以活到下一年。昆桑一有时间就会去野外抓蚂蚱，把抓到的蚂蚱扔给小黑，这大大的卡姿兰眼睛，眼神也不咋地呀。过了几天，小黑的肚子又鼓了起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又得伺候月子了？有的螳螂最多会产下5个卵。1周后，小黑产下了第3个卵。一般来说，螳螂产的卵会越来越小，而小黑的这第3个卵却非常大。产完卵的小黑一动不动，昆桑很担心，小黑的屁股上还有很多泡沫，不会粘在卵上下不来了吧？到了晚上，小黑产卵完成，好像一点力气都没了，总共产下了3个卵，可能会生出几百只小螳螂。小黑的姿势好像挺骄傲，那必须得安排一顿蚂蚱大餐。昆桑把野外采来的蚂蚱拿给小黑，蚂蚱很快就跑了。这小子力气还挺大，秋后的蚂蚱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，把它夹给小黑。小黑很快就抓住了蚂蚱，不过这只蚂蚱奋力反抗，啥玩意儿这是？小黑的头怎么没了？小黑的脖子被蚂蚱腿击中后好像断了一样，仔细看一下，小黑的头被蚂蚱腿弹到后好像转了一圈，看起来像是头没了，这可把昆桑吓坏了。原来螳螂的头可以旋转180度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的头又恢复了正常，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。昆桑养的面包虫化成了蛹，这蛹一夹还乱动，把它拿给小黑。小黑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，翅膀都打开了，进入警戒模式，把蛹放到小黑嘴边。小黑舔了一下，发现越舔越好吃，甚至还有点上头。变成了蛹，还能转来转去。
不过小黑的手还是不想放松。面包虫经过蛹，最后会变成一个小黑甲虫，想不到这竟然是面包虫的成虫。好了，本期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抓的宠物螳螂小黑产下了第1个卵，20天后，小黑又产下了第2个卵，接着过了几天，小黑又产下了第3个卵。摸一摸小黑的小脑袋，小黑都是很乖的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假装一个木棍呢，还是装死呢？给他拿一只面包虫，很快小黑就不装了，面包虫跑了，小黑也赶紧去追，不过又给失败了，终于吃到了。天气渐渐变冷，代表秋天的结束，也到了大部分昆虫生命结束的时候。在产下第3个卵之后，小黑身子弱了很多，昆桑决定带小黑再去野餐一次，这可能是小黑最后一次野餐了。给他也系好安全带，打开盖子，小黑迫不及待地出来了。这是5个月前发现小黑的地方，现在大部分叶子都落了，小黑还会记得这里吗？拿着手上的小黑，昆桑发现地上有只蚂蚱，小黑能抓得住蚂蚱吗？小黑已经做好了捕猎准备，一个迅速出击，捕捉到了蚂蚱，让小黑到地上慢慢的享受美食。同时昆桑也在一边抓蚂蚱，3只蚂蚱可以吃几天了。天气越来越冷，还是带着小黑离开这里吧。如果想和小黑亲密接触，那就把手放在他前面，等小黑慢慢的爬到手上来，就可以摸它了。上次昆桑发现有的面包虫变成了蛹，然后又变成了小黑甲虫，那么这小黑甲虫拿给小黑，他会吃吗？小黑发现了一只真正的小黑，觉得有点奇怪，马上出击，怎么能有比我还正宗的小黑呢？不过这下整尴尬了，假装没事继续吃小黑。这是昆桑养的小白，到了小白吃饭的时间，昆桑一摇晃食物瓶子，小白就等不及了。如果螳螂和仓鼠相遇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昆桑带着小黑来参观动物园，当小白靠近的时候，小黑吓了一跳，不过很快小白也跑回了自己房间，用小白喜欢的花生把它勾引出来，小黑又可以继续观看动物园了。可是小黑慢慢的走了过去，好家伙，你还想抓大耗子？眼神不好的小白还在继续嗑花生。事实上，野外的螳螂会捕捉老鼠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白已经剥开了花生，开始藏在自己的腮帮子里，看了半天，把小黑都给看饿了。入冬后的野外一片荒凉，已经找不到蚂蚱了。还好昆桑在网上买了蟋蟀，拿出一只来喂给小黑。小白也喜欢吃，不过这小子眼神不怎么样，就在眼前的小蟋蟀他都看不到，只能靠小鼻子闻。终于吃到了，鸡又喂，嘎嘣脆。又到了每天的摸头时间，摸一下小黑的头，然后手指动来动去，假装小虫子。小黑会上当吗？他会不会也觉得非常幼稚？好家伙，差点被他的小拳拳挨下。在蟋蟀养殖河里，昆桑看到了奇怪的一幕，这家伙也在蜕皮，原来他也是不断蜕皮长大的。几天后，小黑开始产下第4个卵，产卵顺利完成。不过昆桑很好奇的是，之前小黑都是在往片上产卵，而后2次小黑则选择在饲养盒上产卵，可能只是碰巧了吧。产卵后的小黑急需补充营养。上次捕捉的小绿在失去一只前腿后，跳跃能力也大打折扣。虽然捕捉得到面包虫，吃起来也挺费劲。前几天还好好的，这天昆桑突然发现小绿倒了，旁边那是什么东西？原来是小绿产的卵，它产了一半就没有了力气，给它喂一些水，小绿没有力气，挣扎着在喝水。到了第2天，小绿还是没撑住，只留下了一个不完整的卵。昆桑小心地取下了小黑，产着是养盒里的卵，把它们单独放起，把饲养盒清理干净。因为蟋蟀会跑掉，昆桑都是用镊子夹住喂给小黑，而小黑抓住了镊子还不想放弃，他开始吃镊子，这时候怎么拽都拽不动它。等小黑啃不动的时候，自然就会放手，把蟋蟀饲养盒放在小黑旁边，让他吃一顿自助餐。5天后，奇怪的事儿发生了，昆桑发现小黑攀爬的网片旁边有一片产卵的痕迹，这个卵很小，几乎只有一些气泡。1个月后，小黑又产下了第6个卵，这个卵又大又健康，这有点不可思议。在开心的同时，昆桑又有点担心了。
小黑开始不吃东西了。以前小黑除了脱皮后不吃东西，基本都不会绝食的，即使是勉强吃了一点，也没有吃完。再拿给小黑一只蟋蟀，小黑也失去了兴趣。昆桑拿出了微距镜头，决定仔细观察一下小黑。他的头是三角形的，头上有3个小黑点，关节好像得了关节炎，翅膀也老化得很厉害。昆桑把食物喂给小黑吃，还有水。几天后，小黑也倒了，他趴在地上，再喂给他东西吃。小黑也只吃了一点。到了第2天，小黑躺在了地上，不过他还活着。直到第3天，小黑还是走了。昆桑来到发现小黑的地方，这里已经变得光秃秃了，把它埋进土里，等待春天的时候再次相见。好了，本期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前，昆桑在野外抓的宠物螳螂小黑去世了。昆桑把小黑产的第1个卵粘在了旁边的树上。1个月后，昆桑又回到这里，小黑的卵却不见了。昆桑找了一圈，在地上发现了卵的碎片，可能是被什么动物攻击了。昆桑在附近寻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螳螂产的卵。在附近废弃的工地栏杆上发现了1个卵，这里还有1个。螳螂把卵缠在栏杆的内侧，这样不会引起天敌注意，也更好的保护将来螳螂宝宝的诞生。昆桑决定在这里放生一些小黑的卵，同时家里剩下的卵也准备孵化1个，把它放入饲养盒中。昆桑偶尔会给饲养盒里的纸巾上喷水，来保持卵的湿度。几天后，神奇的事儿发生了，螳螂卵开始孵化了。小螳螂从卵的缝隙中挤了出来，可能是室内比较暖和，很快就开始孵化。只不过这刚出生的螳螂怎么是这个样子，实在看不出哪里像螳螂。接着越来越多的螳螂宝宝出生，小螳螂刚刚从卵里出来的时候，身上好像裹着一层薄膜，利用重力来摆脱第1层皮，才能成为异龄螳螂。然后出来的小螳螂挂在周围晾干身体，卵里不断的有螳螂出来。昆桑很担心它们会不会掉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几十只螳螂掉在一起，整个孵化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。饲养盒里爬满了可爱的小螳螂，不过想把它们都养大确实有点难。大多数螳螂宝宝都在饲养盒盖子上，取出卵看一下，没有从卵里孵化出来的螳螂宝宝还是芭比 Q 了。不仅是孵化的时候，很多螳螂在每次蜕皮的时候都有生命危险。1天后，昆桑来观察螳螂宝宝，它们都很健康。刚出生的螳螂宝宝不需要吃东西，先让它们喝点水吧，用吸管吸一些水，把水洒在纸巾上，不能直接喷水，即使是一小滴水也有可能淹死螳螂宝宝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螳螂们已经开始趴在纸巾上喝水了。昆桑在网上给他们买了食物，那就是奶茶杯，满满的一杯果蝇。这种果蝇都是不会飞的，主要用于小型爬虫和青蛙的食物，对异龄螳螂来说是最好的食物。不过这玩意儿怎么喂呢？万一打开盖子，跑得满家里都是果蝇，喂还是得喂的。打开果蝇杯上的开口，轻轻地抖动一下，果蝇就掉进了饲养盒里，然后快速地堵住奶茶杯的开口，但是还是有果蝇跑了出来，这让昆桑有点手忙脚乱。不过看着螳螂宝宝开始吃果蝇，昆桑还是很开心的。小螳螂吃饭的样子很可爱。地板上、墙壁上发现了很多螳螂宝宝，它们是怎么跑出来的？饲养盒的缝隙不大，它们不会从这缝隙里出来的。原来这里有个孔，旁边的手机正好拍下一只小螳螂越狱的过程，用卫生纸给它堵住。当昆桑以为这样就没事的时候，第2天饲养盒里发现了芭比 Q 了的螳螂，还有被分成2半的。原来他们会吃掉弟弟妹妹，到了20必须得单独饲养了。这么多螳螂怎么单独养呢？昆桑在超市买来一些一次性纸杯，还有网织和头绳，顺便再放点果蝇在纸杯里。奶茶杯不方便放，昆桑还找来了挤压瓶，把果蝇装进挤压瓶里，每个纸杯放一只螳螂宝宝，然后放几只果蝇。花了一点时间，昆桑就做好了74个螳螂饲养盒，给每个小螳螂喂水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螳螂们很快消耗了大量的果蝇。昆桑又在果蝇杯里发现了一些虫子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在果蝇的食物里游来游去，用微距镜头观察一下，一些乳白色的小虫子。这还有一个大汉，它们顶部黑色的东西应该是它的嘴巴，吃起东西来还挺好玩的。
原来这是果蝇的幼虫。果蛆，上次昆商买来的果蝇就有在交配的。果蝇有强大的生殖能力，出生后8到12小时就开始交配，每只果蝇可以产300只卵，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孵化。孵化后2周可以长成成虫。几天后，奶茶杯里出现了很多东西，像小麦颗粒一样，这是果蛆化蛹了。这能饮吗？为了小螳螂的食物，那是严氏能的。2天后，昆商又发现了奇怪的事情，在一个纸杯里发现了BBQ的螳螂，纸杯里还有红色的血迹。其他纸杯里也发现了这种情况，螳螂的血不是红色的，而是透明的绿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好，其他大部分螳螂宝宝都没事。昆商又给小螳螂们买来了新的食物，针头蟋蟀，拿一只喂给小螳螂。小螳螂在看到蟋蟀后吓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螳螂又跑了回来。作为食物链的上层，怎么会害怕食物呢？在昆商的照料下，很快小螳螂们就蜕皮了，有的小蟋蟀也跟着蜕皮。不过还是有几只小螳螂在蜕皮后BBQ了。1个月后，小螳螂已经成为了30幼虫，在20的时候死了很多，从30开始，死亡率大大降低了。它们已经有了很强的生存能力，是时候把它们放回大自然了。昆商把它们带到了发现小黑的地方，保持距离，一个一个的放生，希望下次再来野外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只强壮的螳螂了。好了，螳螂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